けにしたか。このロシアの国境守備隊はキロちゃんが目当てだったんだ。なんで指名手配なんて。15歳の時、俺は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クで反体制過激派組織と知り合った。真的年轻啊！就是这样。不会是威鲁克吧？真的！天哪，那他们真的以前都是好伙伴、好伙计。就是这样的伤疤。天哪！俺たちで皇帝を暗殺したんだ。那真的是，就他们都还很年轻，有着这样的觉悟，尤其是威鲁克，当时他肯定就是有可能命都搭进去啊，他离那个炸弹也是非常近的。天呐，我好心疼啊！就是他们曾经是这样子并肩的战友，结果就是最后分道扬镳，然后基鲁兰克也是眼睁睁着看着卫星射杀了威鲁克。天呐！当然，这也是就是基鲁兰克在让阿西帕走到他想走就是去向的道路的一个方法了，就是让他明白他父亲曾经的意志。当然，这种意志和他们的这个理想，不是所有人意志都会一样的吧？就是他总会变得动态的，可能期间会有发生了就是变化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阿西帕一旦知道了这些事情，就很大程度上也无法再真正的就是做曾经的自己了。天都黑了。呼吸すら感じない。それによく見ると隠れ方も雑だ。あれでは下からでも体や銃が発見される。あの一発を撃ったやつはその程度のもののはずがない。一発だが間違いなく。瓦西里可能也是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对手。移動しながら監視を続けよう。遅いな。尾形ちゃんの火星に行くか。いや、一人にしろと言われただろ。下手に奴らの間に入る。狙击手的对决。あいつの腕を信じて終わらせてくるのを待とう。不是吧？等了一晚上。甚至还可以吃东西。
让我想到了贝尔托特。哇、那个也是一个障眼法啊！哦，应该没死吧，只是中了嘴。哦，我不想瓦西里走，他别死了。这是持久战啊！尾形が戻ってきてる。随分と顔色悪いな。いつも悪い。卫星还是略胜一筹。雪を口にしすぎ哦，那是在搅雪，因为こんな熱どうってこと。 dehydrate。左右飲んだ。たくさん飲んだ方がいいよ。急いでここから移動するぞ。这是不是他弟弟？哦，对，是他弟弟，因为他当时这样打穿了，一直在他心里。兄様の方から誘ってくださるなんて、経営では避けられてるよう哦，な気がして卫いましたね。星，優作殿、もう一件付き合ってい永ただけません作。か。もちろんお供いたします。哦，我懂了，就是他死后，但其实深深的刻在卫星的记忆里了。美目秀麗、成績優秀、貧困法制。騎手はいわば連隊の顔だ。優作殿が騎手に選ばれたのは女を知らぬというのもあると聞いています。騎手は真っ先にかけて敵陣に突入することで最も死亡率。所以他到底是想让他当骑手，还是不想呢？ここの女たちは口が固いそうですよ。優作殿。要は周りが童貞と信じていればいいのです。男兄弟というのは一緒に悪さもするものなんでしょう。尾行对于他弟弟的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而且永作也太可爱了吧，好乖巧啊！而且感觉他是真的爱着他的哥哥的那种感觉。いとこたちの家だそうだ。立てるか。中に入って温まらせてもらおう。在卫星人要不行的时候，又想到了他弟弟，他肯定没少想他弟弟。我好想看他们以前的故事啊！風邪をひいた時にこの木の煮汁を飲む。これを頭からかぶれ。湯気に蒸されてたくさん阿斯利汗をか帕，け。ヤイス・マウカレという治療法だ。なんだ。いとこはサマなんだそうだ。サマというのは神と人間の間を取り継ぐもののことでな。祈願によって病気の跳大神治療を行うんだ。病人にはアンバという悪い化け物がついていると彼らは考えていてな。太鼓や歌で神と対話して取り去ってもらうのさ。賑やかにすれば神はより早く来てく抱れる。抱卫星。大家好费力呀、啊，帮助卫星。音楽は霊的なものであり、無意識に深く影響する。患者に取り付いている何かとの因果を明らかにするんだ。他多少有被他弟弟感化吗？もう結構です。注意殿と大事な話がありますので。噂通りのお人柄だな、弟君は。場の雰囲気におじけづいただけかと。
だといいな。他弟我感觉就是既正直又真诚的一个人。話し込んでみせましょう。正義感が強ければこちらに引き込んで操るのは難しいぞ。何せ高貴な血統のお生まれだからな。可见天天掌控一群人。クソもそんなもんありませんよ。我很喜欢看到就是这一面的卫星。好明显呀！どうした白石。俺と一緒に逃げよう。今しかねえ。白自分の石，娘にしか解けない暗号を囚人の入れ墨に彫ったんだよな。アシリパちゃんはその鍵を絶対知ってるはずなんだ。キロラン家はそれを思い出させ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ここまでアシリパちゃんを連れてきて。白石，俺も黙ってここまでついてきたけどよ。而且他趁现代卫星就是奄奄一息。しかもあいつは俺たちに隠し事をしてた。本当はウィルクと一緒に帝政ロシアと戦うためにアイヌの金塊を奪おうとしてたんだ。荷物は置いていくんだぜ。逃げたことがバレ。但是这个 timing 就很巧妙，因为阿西帕才刚知道威鲁克的往事。哦，就是上一集叫他的那个。他也是混血。曹祖母はツングース系の民族に借金の方としてアムール川流域に連れ去られたカラフトアイヌだ。ウィルクの母親も这双眼睛。俺たちが殺したロシアの皇帝はカラフト千島交換条約を結んだ張本人さ。俺たちは極東の少数。而且不只是阿伊努族，他们还有好几个族。原来他都有孩子了。アチャがどういう人か、どうしてノペラボーになったのか。そしてアチャは本当に私にしか解けない鍵を残したのか。知る必要がある。阿西利帕試合の末に金塊を見つけて、その先は真的要踏上一段很沉重的旅途了。呪われた金塊は本当に見つけるべきか、それとも闇に葬り去るべきなのか。这都是将会是他的一个选择，他将引领未来的阿伊努族。永作，是咩？卫星，他好歹是有他弟弟是爱着他的呀。殿は思った以上に勇敢な人物のようだ。皆の心がつかまれている。では殺さない方向で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さっきよりは熱が下がった。病魔を払うというこの鉢巻きも効いたみたいだ。アウダブシあやあや。くれるのか。なんだ。これを大型に身につけると頭痛が治る。还挺可愛的。形があるらしい。哦。白石には子供の男性器のお守りをあげると言ってるぞ。どうして時々遊郭に行った後おちんちんが痛くなるのを知っているんですか。いやらしい下品な顔をしているから。失礼な。哦，白石。兄様
大事な話とは何ですか？永远的缠绕在卫星身边了，就算死后也一样。こちらです優作。永作会不会也知道卫星要杀他呢？ここです。俺ですか？どうしてここに？这遼順に来てから誰か一人でもロシア兵を。这长得好像那个瓦西里他们那个。確かに騎手は小銃すら持たず、前線に突撃して味方を鼓舞する役割です。ただ他の騎手は刀を抜いて戦っているのに、優作殿はなぜそうしないのか。それは天皇陛下より訓示された軍機の死守が第一と。騎手であることを言い訳に手を汚したくないのですか。そんな、違います。ではこの男を殺してください。兄様、俺ですよ。自分は清いままこの戦争をやり過ごそう。感觉他一直想弄脏永作，就像他把他带去女人那边一样。因为血统吗？他不想让永作也一直殺した相手に対する罪悪跟随在他父亲的那个そんなもの规则下。ありませんよ。そう振る舞っているだけでは。みんな俺と同じはずだ。兄様は決してそんな人じゃない。きっと分かる日が来ます。人を殺して罪悪感をみじんも感じない人間がこの世にいていいはずがないのです。卫星是有人爱着他的，我天哪！哦。尾形、目が覚めたか？死后他也永远在注视着卫星。それ何をしてるんだ？トナカイの肩甲骨だ。肉をそぎ落としてきれいにしてる。これから俺たちのことを占ってくれるんだとよ。彼らは骨を焼いて表面に現れた感觉这个比英卡德玛那种好像靠谱一点啊。そんな亀裂が出なくていい。可愛白石。大切なトナカイを貸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必ず北に住む兄弟に渡しておく。アグダプシェ。ブーシュ対オーキンバー&チプ。あやあや。还好还没死。お前ともここで別れよう。白石が言う通り、俺はロシアではお尋ね者で、一緒にいればこれまでになく危険が伴うはずだ。俺から逃げる必要なんかねえなぜ。白石の入れ墨は土方歳三も鶴見中尉も写しを持っている。今さら引き止める理由もない。確かに命あってのものだねってな。俺とアシリバちゃんとで背負ってるもんが違うわ。别走啊！白石、
気でな。変なやつ。想想你怎么答应山原的呀？足が止まったら白石お前が走り出せば網走かここまで走り出さんまたどうぞ白石待ってくれ白石だ。なんだ気が変わったのかロシア側には金髪の姉ちゃんと遊べ要把阿西帕带到山原。他已经有，对他已经有那个符了。哦不，超级不幸，我服了！但能别死人吗？我求求了，真别死人！这布瓦西里应该也没死。最开始我还挺怕他死的，我觉得刚出现那个新的很有趣的角色。但是白石，天呐，其实就是自从上一次，就是他就是背叛山原他们那一回，我就一直期待着什么时候还能够让就是山原重新相信他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就是去抛下或者说是去改变，就是完全改变自己曾经的那一套一直以来几十年遵从的那种就是生存理念，做一个逃跑王之类的，去不断的投机，就是本身去改变这件事情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尤其在这种动荡的时代吧。而且就是归根到底，不管是山原还是阿西帕，其实跟白石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但是此刻的他，其实从王走监狱那一战开始吧，一直到现在，他真的就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本身他就没有必要再留在这个团队中了，但是他真的是把山原的那些话当做了真实的约定。即使阿西帕自己都没说要他赔，他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在说，在证明，就是阿西帕是可以就是交给他拜托的，他没有辜负山原对他的希望和信任，他用自己的行为去赎了曾经的那一份背叛，那一份不可靠。而且白石他自己又怎么不会知道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比较欠缺的呢？就是他又不像尾行，又不像基鲁兰克或者山原那么强悍，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他能帮阿西帕的地方或者说余地其实是可能是比较微小的吧。即使这样，他也选择就承担这个风险，不去做这种逃兵。他真的有在变成一个值得信赖真正的伙伴。我真的太喜欢这一集了，肯定是我这一季目前以来最喜欢的一集，尤其是因为他为我们有展现出更多尾行其他面了，这是我太期待的事儿了。这一集就是在尾行已经奄奄不息，人已经烧得不行的时候，他就是脑海中浮现的这种姻缘就是永作他的弟弟。当然我其实相信，其实就是在尾行的内心深处或者说是潜意识里面一直都有被永作所影响着吧。就算他死了之后这么多年，他也一直没有忘掉他。他弟弟跟他有着同样的这个血脉，但是更加的高贵，但是他又是那么的温柔善良正直，而且永作真的是感觉非常纯净的一个人吧。
他跟尾行的这种羁绊，就真的完全是尾行就是最柔软的一部分吧。我也在想，尾行他会不会也在有所愧疚呢？他也想被原谅呢？这一份遗憾一直萦绕在尾行的心头这么多年的那种感觉，我天呐！当然，这无疑也是我觉得可能尾行最开始也没有料到吧，因为尾行本身他就是抱着要去这种复仇，或者说是他有私心在里头的，但是结果永作其实一直是把他当做一个哥哥，就是从来不歧视他这个私生子的身份，真心真意的这种无条件的相信他，爱着他。尾行可能都不敢相信，就是会有这么纯粹的爱降临在他身上吧。就是尾行他也并不完全是个无情的人吧，我觉得可能他就是觉得自己也不配得到爱吧，他最深处还是会想要被爱着的，被原谅的。我还想就是尾行他会不会就是正是因为这份爱太过于就是纯洁无瑕，以至于他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或怎样，或者自己不配，然后呢就要亲手了结他。而且就是他一直以来，就不管是他妈妈还是他爸爸，就是都让他一直处于一种思维惯性里面，就是自己是多余的、不需要的，这个天下好像没有一份感情是属于他的，这种羁绊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也不会奇怪，如果最开始他接触永作的时候，会觉得永作只是在怜悯他、同情他。很复杂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肯定也有一些是嫉妒永作的地方。毕竟就是永作身上真的是有他所没有的一切吧，家庭、信任、价值感等等。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矛盾的点在于，就是尾行他一方面接近永作之后，会越接近越发现他们两者的不同差距，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永作也带给他了很多希望。这份希望到底是对于尾行来说是好是坏呢？就尾行最后还是会想亲手掐掉这个希望，可能他不想让自己活在这种就是有希望的这个幻象里，只是因为可能他就是很执念的认为自己不值得被拯救吧。这下的话他就会亲手杀掉那个差点就被拯救了的自己。目前的话就是在我看来，他的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自我封印吧，或者说是把自己又拽回了那个他最熟悉、最孤独、痛苦，但是也最安全的，就是孤寂之地吧。永作死了之后，我相信就是尾行肯定比以前的他更加的无情，他可能不敢再有情吧。觉得就是尾行为什么一直想要去弄脏永作，就不管是把他带去女人那里，或者说是让他亲手杀人，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想让永作跟他就是彻底真的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就毕竟永作他一直都在坚持做他父亲就是给他规定的那种完美的士兵。当然这一份理想主义，这一份正直，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基本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在这种血腥的事实里几乎是荒谬的。但而且尾行他已经习惯了在被他父亲所忽视、冷落、践踏，一直在这种阴影里面。就是像尾行说的，没有什么血统谁比谁更高贵。而就是这个时候永作依然是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是拒绝他，然后也不要亲手去杀人。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尾行来说应该也是挺难过的。因为这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动不动手的问题，这也相当于永作无法真正的理解尾行的世界，所以尾行他不想让就是永作再继续遵循父亲的教诲，不想让他再继续这样天真下去。但其实到头来是永作自己没有就是跟随尾行到他熟悉的这种地狱里去。而这还没有完，我觉得最让我感动为之动容的就是永作他抱住了尾行，对他说就是哥哥，你总有一天会知道世上不应该会有那种就是因为杀人感受不到罪恶感的人。而他还是在试图把尾行拉到人之为人的这个世界里。而我觉得永作他也其实相当于是就是相信尾行不是真正冷血的人，你也并不是一个注定就是没有情感没有罪恶感的怪物。
但是这句话的分量，我觉得在尾行的心中，他一方面想去逃避吧，另一方面他也永远的会被这句话的回音所萦绕。他一定要去否定，就是永作口中的这种罪恶感，然后也说这些战场上面的士兵也都是没有罪恶感这么一说的。我觉得他就是会一直把自己这些行为去合理化。但是永作所传达给他的这种罪的意识，永远的会在他心底里。虽然他可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战场的惨状，然后呢，就是觉得这就是现实，但是他脑海里还会回荡着永作的这句话。这也是尾行一直以来的一种心理机制嘛，就是也根据他的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就比如说我是罪人，但是他就会合理化我是一个士兵，可能就是我不配爱，然后就像是我根本不需要爱之类的，像是一种自我麻痹、自我保护吧。当然了，我相信就是尾行还会有更多的就是解读法，就是目前只是就是根据已出现的尾行这些背景故事，加上我的一些脑补，就我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后续知道更多他的一些故事，他的不同的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角色。包括就是另一个人的离去，永远的在他的身上烙下了很深刻的灵魂的标记的这种羁绊，也非常非常戳我。那这一视频到这儿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